在 iPhone 13的间谍图里面，我竟然没有发现到这个重点。OK， 好，我们这次就来更新一下上市的消息，然后再加入一些其他消息提供者分享的一些东西。OK， 那这也是一个传了很久的消息啦。那关于上市的间谍图，然后再分享给更多人看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分享一些其他环节的什么内幕消息给我，所以我们可以来做一集更新哦。这个大致上就是大家讨论出来的结果。OK， 喜欢这类爆料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OK， 上次我们看到这个 iPhone 12、13萤幕背板这个部分哈。那我们要来更进一步解释一下，虽然没有观众误会啊，可是当这张照片传出去之后，开始也在 Twitter 上面散开来。我来解答一下，当有人分享这张照片出去的时候，下面有一些留言，然后去回答这些问题。那虽然这些留言都不是留给我的，可我觉得有责任大概去讲一下 ，OK？ 然后我也来解释为什么我推测这张照片的真实性还蛮高的。那我们从细节去看，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有拆解过的 iPhone 12萤幕，看到那些切角和缺口，基本上跟它下面的那些底板都还蛮一致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就回到先前 iPad Air。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爆料的时候，有一个说明书的图样传出来？那当初有人说，这个间谍图太假了，怎么会有说明书印成这样子啊？怎么很模糊啊？然后还有人去挑剔，说什么字体有点歪或什么，可他们没有想到说那个是一个很糟糕的状况下拍的照片，很近拍，那你当然镜头的边角会有一些变形什么，所以当初很多人看到那个照片就说，那个不可能是真的 iPad Air， 因为看起来太假，还有不可能会有指纹解锁。可是当时我们在这边爆料的时候，我们就有讲说，我们就有去讨论分析那张设计图啊，不管是在它的设计语言，那甚至是那个纸张的视角都是切一样的圆角，它那种切法基本上是一个已经印出来的东西折好之后，然后再全部一起去切。我们当初分析就是想说，这种毫无经济价值的这种间谍照，会不会有人花那么多时间去仿冒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直接的经济价值嘛，对不对？然后还找印刷厂去印出这种东西，去做这样的分页、这样的切割，去学苹果的设计语言，然后还去制造出这个指纹解锁，因为它连里面的一些箭头啊、方向啊，跟这些颜色跟苹果的其他说明书都一模一样。所以呢，是不是说这种东西不可能是仿冒？我并不是说它不可能，只是说有时候你去看这个东西呈现出来的样子，你可以大概去分析出来，有没有可能仿冒的间谍照会花那么多成本，下那么重的本，就为了去让人家以为这个东西存在 ，OK， 所以我们依这样去判定说，它的可能性其实是算蛮高的。那所以后来也事实证明，这个就是 iPad Air 的说明书 ，iPad Air 也真的是有指纹解锁。那这次看到这个背板，我也觉得是一样的。那有人在 Twitter 上面随便说什么啊，这个随便找个雷射切割都办得到啊，那么简单的东西。那我这边先说，我这边回复的留言都不是在我自己的 Twitter 下面的留言，都是别人分享出去之后，别人回复给他们的留言。OK， 他这个讲法是说，有人拿到 iPhone 12系列的背板设计图，或者是去拿到这样的零件 ，OK， 拿了3个出来，然后再自己去切割另外4片出来，照着类似的设计，还去跟动了非常多地方，然后再去切割4片出来，然后拍了这张照片，就为了让人家以为这个是假的 iPhone 13的。我觉得这个不太合理，因为花那么多时间跟成本，这样的经济价值也太低了。然后更何况拿这个照片来给我爆料的人，他也匿名，他也没有收任何钱，他就是免费，然后他也不希望他的名字被提供出来，所以他不要名，他也不要钱，他什么都不要，他就只是想要提供消息。那为什么他要去仿造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提出来？我是觉得仿造可能性还蛮低的 ，OK？ 其实他也很保守的说，这就是试产的阶段，也不能确认说这个是最终的版本。那上次我在爆料的时候有讲出来，他说现在才1月嘛，这样的说法也符合过去 iPhone 的流程啊。那加上有其他来源在不同的环节上有看到一些相呼应的设计，所以整体来说，这个图的可信度是蛮高的 ，OK？ 那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留言，他说下面那排的开孔都没自中，这个太假了啊！这个从 iPhone 10一直到 iPhone 12的上面。那个背板上面2个开孔从来就没有置中过，因为你要去对它的开孔是在什么地方，它对的开孔是在上面这个前置镜头，还有最右边的这个 IR 镜头，所以在背板上面的开孔从来就没有置中过。iPhone 10到 iPhone 12一直都是这样子啊，你随便 Google 花个几秒就可以看到说他们拆开来萤幕后面的背板是什么样子。所以啊，有时间去回这个，然后没有时间去花个几秒 Google 啊，这个实在是好。那最后我们再来讲讲我们上次错过了这张间谍照里面的什么。OK， 大家看看下面3个 iPhone 12的系列 ，OK， 这3张 ，OK， 然后再看看上面的，然后注意除了刘海位置的差距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它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很明显哦，而且这个差距很重要。我们上次没有看到这个，好，那再看一次 iPhone 12的 ，OK， 那这个应该是 iPhone 12S 或13的 ，OK， 你们看出来了吧？你们看看下面，很明显对不对 ？OK， 好，对，就是那个充电孔的开孔。
不见了，那个挖孔消失了。OK， 那关于 iPhone 会移除充电孔这个，我先前也有特别做一集专门在讲这个，但这个也并不只是我有讲了，很多人先前也有讲过。那这是一个传了非常久的传闻。那我们来看看苹果的思考逻辑，耳机孔先移除。那他说，为了节省内部的空间啊，可以放入更多电池啊，更好的组件在里面。然后适时的又推出了 AirPods， 然后到现在 AirPods 这个品牌本身已经是一个市值1000亿美元的品牌。但我必须说，它其实本身是好用啊，好不好听是一回事。好，那再来我们看去年开始没有送充电头。那理由是环保。那这次苹果稍微保守一点，他没有说在拿掉充电头的时候连充电孔一起拿掉，但是他顺势推出了 MagSafe。那虽然它的充电效率是有一点点差强人意啦，但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苹果已经慢慢在铺成这个没有充电孔的 iPhone？ 那我这边来帮苹果想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就是说他要拿掉充电孔的时候，他要来怎么去行销，怎么去说服大众这件事情。这次环保应该并不太能成立啊，因为你毕竟还是要多一条先前别人没有买过的线，所以你等于是多生产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所以他应该不会用环保这个理由。所以我猜这次的借口应该就可以。可能是疫情吧，对不对？说，你不用用手去接触这个充电线，去拔它，然后再去装回去，然后减少你的手接触病毒的这个可能性。你看，如果直接是 MagSafe 或是下面磁吸充电的话，你的手就不用去碰到那条线哦。那可能在办公室大家共用的线，很多人会去碰到，那就很安全的手一放过去就吸住了。这样是不是好像有一点点牵强？对，好像有点牵强，可是其实也没差，因为环保其实也有点牵强。好啦，不开玩笑。OK， 所以当我发现这个照片的背板下面的充电孔是没有开这个口的时候，然后就和几个人讨论了一下，那得到的答案也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毕竟每个人在的环节不一定有接触到这个部分，所以我这次就提出来让大家可以讨论一下。然后加上我上次那个爆料的影片出来之后，下面有很多可能在组件端的人，他们有留言爆料一些不管是 iPad Pro 啊，或是一些他们目前接触到的内幕消息，留言区蛮精彩的，大家可以进来讨论。那其中有一个来源，他跟我的讲法是说，他目前知道只有一款是没有充电孔的，至少他们目前在计划的机型里面只有一台，他说其他的都有。他们还没有看到这个计划的改变，那这个是一个说法。那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分国家和法规有无线充电版本，就是说没有充电孔的版本跟有充电孔的版本，没有讲清楚说是同时存在，还是说就分地方卖。反正他意思是说会有不一样，会有没有充电孔的版本，这个是他这边看到的。那最后一个就是比较保守，他说还在测试阶段，没有定案，这都还没有定案，他还没有看到。有看到的话会再联络。那目前知道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照片真实度，它的真实性是算蛮高，至少很多环节的他们交叉的比对是很多东西有相呼应这样子。只是说目前几个点不能确定，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就是给下一代的 iPhone。还是下代的 iPhone， 他们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市场的阶段很难说中间会有什么变动。就像去年的到 PVT 的阶段都还有120赫兹啊这些东西，可是后来在最终量产的版本是没有，所以中间会有什么变动，这个很难讲。因为毕竟我觉得走全无线这个方向，它牵涉到的东西太多了。因为第一就是里面电池的电量嘛，你里面用的电池科技是什么？然后第二就是你要确保它的充电速率。然后充电的稳定性，然后这些热能都要得到很好的控制，你才能确定说让它用全无线充电。因为以现在的 MagSafe 来讲，它虽然支援到15瓦，可是如果你是从头要充到尾的话，它整体的速率其实他们说跟8瓦的没有差多少，就是因为散热的问题，它在充电的过程之中会过热，然后以降低它的功率这一点来控制它的热能。所以虽然说15瓦，可是整体充电跟有线比较起来，像现在支援到20瓦来讲，它是有一个蛮大的差距的。所以这种时候，如果说你要直接把充电孔拔掉，然后又是一样 MagSafe 这样的充电速率的话，我觉得很多人会不能接受，因为至少以这样的速度来讲，我自己觉得有时候即使要充个什么电的时候，我就不会用 MagSafe， 也不会用无线充电，我还是会依赖那个20瓦的有线充电。另外一点，有人提出来像是数据传输的问题啦。那以我自己在苹果生态链来讲，我已经很久没有使用插线的方式连接我的 Mac 去传输东西。可是我知道，譬如说在其他的 PC 啊或者什么上面，他们可能还是会依赖这种有线的传输方式。那这个或许也有其他的解决问题，或许这一次拔掉充电孔，可是它下面有的会是像 iPad Pro 后面那种智慧接点啊，3个点的智慧接点，然后它也是有磁吸性的
方式充电在底部，一样可以做一些资料的传输。那这一点我当然就不太确定，因为目前还没有看到更多的消息，看到它下面没有这个充电孔的开孔，可是没有看到其他的证据显示说下面会有什么智慧接孔或是磁吸的方式。那最不好的状况就是拿掉充电孔之后只剩 MagSafe， 然后一样只有15瓦的充电功率，我觉得这样使用上连我自己都会觉得蛮不方便的。那大家有什么消息或是知道什么东西想分享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分享。那或者说你觉得不方便的话，你想要匿名的话，你可以在 IG 跟 Twitter 私讯我。Facebook 的话可能会找不到我，因为我会收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收不到。然后 IG 跟 Twitter 会比较好。好，那今天就是快点来分享这个先前我们拿到这个间谍照，然后因为太专注在这个刘海的开孔而忘了看到下面的地方，看来下面充电孔移除的几率是越来越大。那今天的快报就先到这边，喜欢的话记得订阅频道，然后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